50岁以后长期分床睡。提醒：分床睡有3个好处，也有4个弊端。1、中老年分床睡的智慧之举。在中年以后，夜晚的床铺变成了一个无声的战场。一方面，打鼾声如雷鸣般挑战着另一方面的耐心和耳膜，而另一方则以不断翻身作为回击。这场夜间的对峙，似乎只有分床睡这一终极武器能够解决。这不仅是一场对睡眠质量的追求，更是一次智慧的选择，或者说是一种无声的抗议。对于岁月带来的生活变奏，分床睡对于中老年夫妇来说，似乎能够有效地减少彼此的夜间干扰。研究显示，不受伴侣打鼾、翻身或夜间活动的影响，人们能够更快地进入深度睡眠。而深度睡眠对于大脑的修复和记忆的整合至关重要。想象一下，分床睡后的清晨，没有因为打鼾产生的怨气，只有因为充足睡眠而来的精神饱满。这就像是从一场无声的夜战中脱身，迎接新的一天。然而，在这看似和谐的夜晚独奏中，传统观念的大军正悄悄逼近。在许多文化中，夫妻共床是婚姻不可撼动的象征。分床睡，这简直是在挑战传统婚姻的底线。而那些认为夫妻应当共枕而眠的人，可能会将分床睡视为感情淡漠的先兆。面对这样的观念冲突，夫妻俩不得不在改善睡眠质量和维护传统形象之间做出选择。这是一种对抗，也是一种协商，就像是在夜晚的安静中，两个人在床的两端拉锯，但这种冲突并非无法调和。让我们来点幽默，想象一下，如果分床睡真的能够带来如此多的好处，那么是否有朝一日，夫妻双方都能各自拥有一张床，中间用一条爱的红线相连，既保留了各自的空间，又不失情感的联系。这样的场景既滑稽又充满智慧，似乎是对传统和现代之间巧妙的调和。在这个看似简单的选择背后，其实隐藏着对生活质量的深思熟虑。夜晚应该是休憩和恢复的时刻，而不是耐力和忍耐的考验。分床睡或许真的能够成为那个让双方都得到更好休息的解决方案。那么，如果这样的选择能够被接受，我们是否可以预见一个未来，在这个未来中，夫妻分床睡不再是情感疏远的象征，而是两个独立个体对健康生活的共同追求。思考这样的未来，你是否能够想象，在这样的未来中，情感的连结不再依赖于是否共享一张床，而是在于白天相处的那些珍贵时光。这是否会让你好奇，分床着眠的夫妇们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寻找和维护那份特别的情感连结？2、我的空间，你的自由，分床睡的独立宣言。随着岁月的流逝，个体对于我的空间的渴望逐渐膨胀，如同一颗慢慢膨胀的气球，在寻求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中老年人更加重视个人的独立性和个性化的需求，而分床睡正好成为了这一需求的无声宣言。在夜幕降临时，一张床，一个人成了一种新的奢侈。想象一下，一个人在自己的床上可以任意摊开四肢，像一只无拘无束的新型海洋生物。没有了伴侣的枕边冷战，不再有意识形态上的床铺边界争夺。这种睡眠自由派对似乎为我的空间画上了神圣的界限。一位享受分床睡的先生曾戏谑地说，他终于可以摆脱夜间的偷被子大盗，而太太则可以摆脱他的午夜狂奏曲。在这个独立的小宇宙里，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的主宰，可以依照自己的意愿和生物钟去安排睡眠，而不是遵循另一个人的规律。然而，这种独立并非没有代价，它可能在不经意间，悄悄地在两个共同走过风风雨雨的人之间筑起了一堵隐形的墙。就像两个相邻的小岛，水面下可能相连，但表面上却是各自独立的。伴侣们可能会开始质疑，这样的独立是否是彼此疏远的信号？难道夫妻间的亲密就不能容纳一些我需要我的空间的小小请求吗？在这场个人空间与共享生活责任的拉锯战中，如何保持平衡成了一个需要智慧和技巧的问题。此外，当一个人宣布要独自占领一张床时，
家庭中其他成员的反应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话题。孩子们可能会好奇，这是否意味着父母之间出现了问题？3. 分床睡的情感代价，疏远还是误解？分床睡这个词在不少人耳中响起时，如同夜间的一声不期而遇的鸟鸣，打破了夫妻间传统亲密的沉默。在独自享受新型海洋生物般自由的同时，它悄然带来了心灵的波动。是的，这种安排可能会令感情的海面下起了暗涌。毕竟，共枕眠已不仅是习惯，它是一种默契，是情感交流的无声语言。家庭中的其他成员，尤其是孩子，对于父母分床睡的反应可能充满了好奇与困惑，他们的小脑袋瓜中可能会勾画出一幅幅家庭版的冷战漫画，想象父母如何在夜里用枕头筑起长城，争夺被窝的最后一片领土。这样的误会，尽管带有几分幽默色彩，但也不可忽视其背后可能蕴藏的焦虑与不安。朋友和亲戚的窃窃私语，更是可能在不知不觉中为这堵无形的墙镶上了一层又一层的砖。然而，倘若深入探究，分床睡背后的动机远不止于追求一个人的睡眠质量。有时，这种决定是对自我认识的深入，对自由和个人成长的渴望，甚至是对伴侣的关爱，让对方可以有一个不被打鼾声或翻身影响的宁静夜晚。可即便如此，心理上的障碍并非易于跨越，它要求双方在情感的棋盘上走出新的步伐，找到重新连结的通道。在这个独立与共依的天平上，每一次的倾斜都可能激起波澜。分床睡有时被视为爱情的退潮，一方面可能让人怀疑这是不是情感疏远的先兆，另一方面，这种安排也可能成为夫妻关系中新的亲密语言。这样的变化既有可能让人感到孤独和不安，也有可能成为两个独立个体情感交流的新起点。究竟分床着眠的夫妻如何在保持个人空间的同时，避免那种难以言说的心灵距离的产生？4. 分床着眠后的夫妻亲密策略。当夫妻决定各自在夜晚的怀抱中独自沉沉睡去，他们或许没想到，这一决定会将他们带入一场关于亲密度的微妙博弈。分床睡可能让人想象到一场沉默的决斗，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床上，用睡眠质量的提升作为盾牌，却忘记了另一半的情感需要也在夜里寻求安慰。在这个新的夜晚格局中，如何保持那份既定的温馨和亲密，这是一个技巧活，需要双方像是下棋一样精心布局。例如，设定共享夜晚，这不仅听起来像是情侣间的特别活动，实际上也能成为两人关系的调味剂。设想一个周四的夜晚，夫妻俩决定共享一张床，这不仅打破了一周的常规，还为两人提供了重新点燃情感的机会。这样的夜晚，比起平常的单调睡眠模式，更像是一场期待已久的约会，既有复古的浪漫气息，又带有现代情侣自主安排的新鲜感。当然，依靠一周一次的共享夜晚来维系情感，就像是依靠节日大餐来解决日常饥饿一样不现实。亲密策略需要更多的创意和情感投入，比如夫妻间可以在分床前后进行一个小小的仪式，可能是一段轻松的聊天，可能是互相读一段书中的有趣片段，甚至可能是一场枕头大战，谁说了必须要严肃呢？这样的小活动，轻松却不失趣味，让夜晚的分离不再是情感的割裂，而是另一种形式的亲密交流。但是，任何策略都需要两个人的共同努力和信任。如果一方在分床后变得更加专注于个人空间，而忽略了另一方的需要，这种策略就像是一张破网，捕不住关系中的小鱼。亲密度的下降可能无声无息，却又不容忽视。有时，分床的夜晚可能会成为心灵距离的放大镜，让原本微小的问题变得清晰可见。这时，夫妻间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共同的枕头，而是心与心之间的那份理解和沟通。那么，在追求各自完美睡眠的同时，夫妻如何确保情感的融洽与共鸣？